大家好，今天来介绍最近试用过的7个外挂，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以免有遗珠之憾。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先来谈几个老生常谈的提醒。首先，第一个就是外挂是辅助我们制作笔记的工具，写好笔记跟完善整个制作笔记的工作流程才是最重要的。请大家不要把重心放在了外挂的使用上，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第二个是社群的外挂的作者大多出于自身的需求，透过他的一腔的热血来撰写的程式，因此每一个外挂它的作者基本上可能就是1个人、2个人，都是很少数的一个群体。因此我们除了感谢他们的付出以外，也要有一个风险的意识。这些外挂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停止维护，那有了这个风险的意识，大家在使用外挂的时候就会再多一点点的警惕。虽然说社群外挂我们不要把它提供的功能看作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必太过担忧啦，因为他们其实在 GitHub 上面都有原始码。假如这个作者不继续维护了，也有可能会有别的开发人员接手来维护。那因此大家也不必杞人忧天，好用的外挂还是可以继续来使用它，只是要有风险意识就是了。第4个就是外挂经常有更新，因此如果你经常在使用的外挂最近有更新的话，记得要去看一下它的更新的说明，也许透过这一个说明就可以发现到它有更好的功能。比如说我在2021年9月有介绍过一个动态目录的外挂，我今天在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提供了第3个 inline 的类型，那这个是我所不知道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去看这个异动的说明有可能就会忽略掉了这些更好的功能。比如说动态外挂它现在就新增了这个 inline 的样式，因此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inline 的方法来呈现这个目录了。这个是我先前不晓得它有更新的这个功能，所以温故知新还是很重要的。以上就是几个提醒，下面我就正式来开始介绍这7个外挂。第一个要介绍的外挂是 Update Tracker， 它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透过一个点击就可以立刻了解最近你安装过的外挂到底做了哪一些的更新。如果安装完以后，在状态列就会出现图示，点击这个图示以后就会弹出更新的汇整的说明。我这边都已经更新完了，所以看不到它有更新的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如果点击了外挂的图示以后，它会出现出一个汇总的画面，它会把所有需要更新的内容都会呈现在这一个页面里面。需要更新你就是在后面去勾选它，需要全部更新的话就是点击最右上角的选项，勾选了它以后呢，所有需要更新的呢，它就会全部都帮你勾选起来。同时在下方会出现一个 Update Plugins 的一个按钮，点击了这个按钮以后，它就会立即在这个分页里面做更新讯息的提示。那最后面它会出现一个 Continue， 点击了这个 Continue 以后，它就会把这个分页给关闭，同时这一些需要更新的外挂就全部都更新好了。所以透过这个外挂，我们就可以很快很方便的了解我的某一些外挂到底做了哪一些的变动。尤其在这个画面里面，如果需要了解它的细部到底改了什么东西，你还可以点击这一个超链接，它会直接开启这一个外挂在 GitHub 上面的网站，就可以直接再去详细的看它修改的内容。第2个要介绍的是 Review File in Explorer， 这一个外挂提供的功能事实上跟先前介绍过的 Review File Button 是相同的。Review File Button 安装完以后，它会在档案浏览器的最后面新增一个点击的按钮，点击了按钮以后，它就会在档案浏览器的资料夹里面显示目前编辑中的笔记它的位置。Review File in Explorer 也提供了相同的功能，但是点击的地方它改成到了笔记的档名区域，只要在档名的位置点击一下，它就会立即显示你目前这一篇笔记在这整个资料夹里面的位置，所以就少掉了这个按钮。那因为它比较方便，只要点击档名就可以立即就显示出它的位置了。那但是在这边大家要注意一点，因为在这个档名的位置点击一下，它的游标位置它都会固定的移动到最前面。如果你需要修改这个档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用左右键来移动游标位置到这个特定的位置以后再来做修改。那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档名的位置移动游标以后，你要注意这个游标是不是有移动到正确的位置。我有发生过在使用删除的时候，游标没有在这个档名的位置，
而是移动到了档案浏览器上面，不小心就把那个档案给删除掉了。因此，请大家特别注意游标的位置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上，再来点击 Delete。第三个要介绍的是 Colorful Note Borders， 它就是在编辑区的四周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来提醒我们目前编辑的这一篇是在哪个资料夹，或者是它的页幕区是不是有某个栏位有被设定起来。如果我的页幕区里面有设置了一个 text 冒号是 true 的话，就用黄色的外框来显示它，让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笔记目前是在测试的状态。我们也可以透过资料夹，我指定好在 AutoHotkey 的资料夹里面外框要用绿色来呈现，也可以指定在 Obsidian 的资料夹里面用紫色来呈现。那这个都是在设定里面可以来控制的。先找到 Colorful Borders， 再进入它的选项。这边有2种设置的方法，你可以用资料夹或者是用 Front Matter。Front Matter 就是指定一个栏位，很可惜的就是 Front Matter 目前只能做完整的字串比对，它没有办法用正则运算式做部分的比对，因此像我的 text 冒号可能会有多个标签的这个状况，就没有办法透过它来做设定了。这个设定好以后，就是在指定颜色还有优先权的顺序都设定好以后，就可以出现不同样式的边框了。第4个要介绍的是 Opener。Opener 它提供的功能跟我们先前介绍过的 Open in New Tab 是相同的，只要设定好以后，它就可以把笔记开启在新的分页里面。它跟先前介绍的这个外挂不同的地方是，你也可以去设置预设开启 PDF 的方法，是要透过 Obsidian 来开启，还是要使用预设的应用程式来开启。比如说你的系统预设原先是使用 Adobe 的 Reader 来开启 PDF 档的，你安装了这个外挂以后，就可以把它设定成是继续使用 Adobe 的 Reader 来开启 PDF 档，而不是用 Obsidian 来开启，那它就是多了这个额外的功能。Opener 还没有上架，因此必须手动安装，或者是使用 Brett 来安装它。第5个要介绍的是 CodeBlock Customizer， 它也是来强化程式码区块显示的一个功能，跟我先前介绍过的 HK CodeBlock 外挂有相同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它比 HK CodeBlock 提供了更加方便的功能。首先就是可以排除某一些程式语言不需要使用它的样式来呈现，比如说Data View 就可以把它设定在选项里面，到时候 Data View 的程式码区块就不会用它的样式来呈现。然后另外它也可以指定档名跟高亮的区域，这个跟 HK CodeBlock 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制定高亮的不同的类型。你可以在设定里面设定 Arrow、Warn或是 Info， 然后可以指定它的起讫的位置。这一些 Arrow 或是 Warn 设定都是可以在选项里面自己来添加的。它也提供了折叠的功能，因此当程式码区块占用的位置很多的时候，就可以加上 Fold 来做折叠。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范例，我在档名的位置点击一下，就可以做折叠的操作。这一个范例我们来看一下它要怎么来写。在 Java 程式码区块的后面，我们用 file 冒号写上它的档名，再用 HL 冒号来指定它的高亮位置，最后再用 Fold 来指定它可以做折叠，就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呈现了。那它比 HK CodeBlock 方便的地方是在预览状态，它也一样会呈现这一些样式的变化。但目前产生出 PDF 的时候，这个样式是没有办法跟着出去的。但是我已经在作者的 GitHub 上面提了修改的建议了。那希望作者可以很快的让我们也可以在 PDF 里面也可以使用它的这一些样式来做不同的颜色的呈现。第6个要介绍的是 OZ Calendar。OZ Calendar 可以把它想象成 Calendar， 再加上先前介绍的 Chronology 的整合，它把这2个功能都给整合在一起。在 OZ Calendar 下方点击了某一天以后，它的下方就是在这一天有做过修改的这一些笔记，它就会列一个档案的清单出来。清单的比对的类型不是用档案的日期来做对的，而是可以去设定你要用档名或者是页幕区的特定栏位。我这边是使用页幕区的特定栏位，我在页幕区里面它会去读的 Modified 的栏位，只要的 Modified 里面的日期符合他点击的某一天，它就会把档案显示在档案清单里面。比如说我们点击27号，这些27号的 Modified 里面都是27号的日期。它跟 Calendar 一样可以产生每日笔记。它点击的方法在左边的加号，点击了这个加号，它会弹出一个视窗，在这边就可以自己去指定它的档名，还有存放的位置，也可以透过这个对话窗来变更。这些都设定好了以后，点击 Create Note， 它就会在你指定资料夹的位置产生出这个指定的档。但是很可惜的是，它目前没有办法使用 Template 模板
来产生每日笔记。希望作者将来可以再跟 template 做整合，来产生每日笔记的一个固定的样式。最后要介绍的是 Link Fav Icons， 它可以协助我们将链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那首先就是它会在外部链接的后面或者是前面来显示出它的网站的图示。网站的图示不需要自己去指定图片，它会自动去读取，然后呈现出来。比如说这边都是 GitHub 的外部链接，因此它就会呈现出 GitHub 的图示。这一篇简瑞随笔就显示出简瑞随笔的网站的图示。那另外我的链接的格式也有做不同的样式区隔。我的内部链接是使用 Wiki 格式，也就是2个中括号的这种方法的话，没有底线。内部链接是 Markdown 格式的，就会有一个底线，外部链接也一样会有一个底线。建议大家可以用样式的方法来区隔出链接的格式，看到了这个样子就可以知道是使用哪一种格式来撰写，可以有一个提纲挈领功能。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这7个最近更新的外挂，那希望对大家在 Obsidian 的操作上能够提供一些便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内容对你的使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